中美台海博弈愈发激烈，美军担忧演变为全面冲突，给中国画下了关岛红线。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程 Talk。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军给中国画出了关岛红线有何意图呢？2023年将至，中美围绕着台海问题的博弈依然是十分激烈。年底拜登政府再次打出对台军援牌，准备明年向台军提供多达20亿美元的军事贷款援助，用以强化所谓的台岛防御。为了回应美国的越线举动我解放军分两步走，一面派出辽宁舰航母编队在琉球群岛以南进行大规模军演，另一方面呢，还出动了大批军机越过所谓的台海中线。对于解放军的秀肌肉和强势回应日本读卖新闻发文称，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正在针对琉球群岛进行模拟攻击演练。美军也突然对外表态，称美军对关岛遭遇导弹袭击的回应与美国本土遭到袭击是等同的。美媒还报道五角大楼近日首次披露了关岛的防御计划体系。日本一直在军事化西南诸岛，而辽宁舰编队的强势演练，日本出于心虚渲染中国威胁论，这并不奇怪。但美军突然表态关岛遇袭就是美国遇袭，就耐人寻味了。众所周知，关岛是西太美军的重要战略枢纽地，若是关岛遭到袭击，不仅美国海军航母编队和水下潜艇舰队将会失去在西太作战的前进和指挥中心，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队也会面临严峻的航程和后勤难题。要知道，关岛地区储存着2亿多升航空燃油，储备规模位居全美第2，若遭到打击，会严重影响美国空军的作战能力。而我解放军恰恰拥有打击关岛的能力。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号称关岛快递，射程超过4000公里，一直都是美军头顶上的达莫克里斯之剑，并且最近2年呢，拜登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干涉中国台海问题，我解放军的耐心迟早会被耗尽。换言之中美在台海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其实是很高的。从乌克兰危机的经验来看美国在台海有事后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利用日本和台军的兵力打一场消耗中国实力的局部长期战争。但是若是美国介入，我解放军必然会剑指第一岛链乃至第2岛链，这是美国不想看到的。因此在台海局势愈发紧张之际，美国发布关岛有事就等同于美国有事的声明，其背后用意应该就是美军在关岛给我解放军画了一条红线，其本质是不愿与我解放军爆发全面冲突。然而美国既想干涉我台海问题，又想关岛安然无恙，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呢？美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其要介入台海战事，别说关岛将被纳入我解放军攻击范围，就连夏威夷都需要准备好，可能遭到我解放军全面打击。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